阿苑，你父亲当年喜欢我，隐忍不说，几乎抑郁症了才开口，他追我便答应了。后面又误以为我要跟他分开，也不问清楚，害自己闹了严重胃病，喝醉了说出来我才知道。可事实上，爸爸爱他，爸爸从一开始就喜欢他，只是我并非天生喜欢同性，所以对喜欢他这件事后知后觉而已，我是反应慢了一拍而已。我们有多爱彼此，你看得见的，对吗？第一次听到两个大人的情史，兰苑有点震惊。原来他们还有如此曲折的开始，也怪不得父亲对别人一律冷清，对爸爸话又多又粘人。思虑良久，终于抬起头说：“阿苑懂了，但是不要现在说，要等到高考完，免得你们都心神不定。”我明白。你向来思虑周全，可以处理好的。父亲和爸爸也早些休息，阿苑告辞。去吧，晚安。目送阿苑出了书房，两个家长对视片刻，皆是一声长叹。当初年少，恣意轻狂，为情所困的苦楚，转眼已经过去那么多年。两个人之间，动心早的那一个，总是受苦更多一些，思虑更多一些，包容更多一些。念及此，魏无羡忍不住又往人怀里蹭了蹭，破天荒地喊了一声老公，然后被蓝忘机爆炒一整晚，正面反面，前面后面，上面下面，即便兰苑和景怡从小就给蓝启仁往奶奶堆里引，爷爷还是没能把任何一位奶奶带回家。到他们上大学，终于是放弃了。蓝启仁自从发现景怡有从军制，哪里还顾得其他事，隔辈亲的溺爱秒变练新兵的严苛，但凡在他眼皮底下，必须5点起床10公里，年纪大了不跟他过招。但是逮住蓝忘机、魏无羡、温宁、蓝曦臣、聂怀桑其中任何一位，都要求他们比划比划。魏无羡总算领教了什么叫家规，也知道了蓝忘机雷打不动、令人发指的作息是如何养成的了。于是近朱者赤，他可以纵着景怡大大咧咧，却在政治、经济、历史、金融、财务、税务、商务、社交甚至是文化等等各个领域对阿苑吹毛求疵。只派他看财报、搞投资，去应酬的时候大有培养接班人的意思，即便人在华尔街，隔空甩锅的频率也丝毫不减。在长本事这一头，蓝家上下没人顾及两个小子心情如何。虽然长辈们都明白景怡还在纠结，阿苑还在苦等，他们之间焦灼苦楚，好似油锅里熬糖，怕冷了又怕糊了。魏无羡借着阿苑的志向，加快速度的给他丢任务包，一来是想让他忙到起飞，无暇伤情；二来也确实想丢给他工作，给温情减负。因为某一天他跟怀桑探望聂明觉，两个人进门之前还在苦恼聂大哥这些年打拼弄得一身伤，年纪大了各种求医问药不能治愈，但进门却发现日理万机的总裁温情在，手工西装仍在一边，卷着袖子给聂明觉推拿，精致的发型因为力道大而散开，咬着后槽牙用力的样子竟然有些居家贤妻的味道。聂明觉打打杀杀了50年，平日里冷峻霸道，这一刻光着膀子被狠狠按在沙发上，眉间微皱，脸色竟然有点红。两个瞬间觉得自己很多余的人对视一眼，好配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尤其是阿苑这种令人发指的练功强度。他从高考之后便开始关注股市，手里头长辈给的资金已经足够庞大了。读了北大的金融，同学们都在理论，他每件事都在实操。魏无羡的基金，蓝曦臣和温情的财报，哪一个他都能插手。到美国读研的时候，几家公司的投资方向，他已经可以熟练给出评估建议了。景怡直到硕士毕业都没给他个准话儿，他干脆又在华尔街留了2年。蓝启仁诓骗他自己重病的时候，他才着急忙慌回了国。其实也知道是老头子诓他的，主要是真的很想景怡呀，想得要疯了，自己给他的时间已经过去那么多年，也该够了吧。只是他没想到，回家第一晚，景怡就赖在他床上不走了。一家子长辈吃笑完了，都躲了，留下他被床上的人絮絮叨叨哭哭啼啼闹了一整晚。一会儿是拳打脚踢质问他为什么走那么多年不回来，一会儿是咬牙切齿盘问他是不是外面有了什么人，一会儿又撒泼打滚控诉他这么多年不管不问太狠心，耐着性子给人道歉赔不是，哄着讨好，赌咒发誓 N 多条以后，觉得效果甚微，最终还是用了父亲的必杀技，一口吻下去，再无聒噪了，
景怡忍着痛悄悄揉腰的时候，还觉得有点丢脸，但在家里人集体关怀下，发现大家都很平淡，于是也就含泪幸福了。云深集团在纽交所敲钟上市的时候，蓝苑带着集团高管们与华尔街老友们觥筹交错，也就签字、握手、拍照、吃个饭，出了酒店就直奔机场了。实在是家里催得紧，景怡无法出国，就幽怨地问他：“你会不会去了美国又好久都不回来？”爸爸催着他：“哎，你们也老大不小了，是不是该考虑培养下一代了？”爷爷也教训他：“怎么混得好了不着家了？干什么非要去美国？你看你爸多懂事，守着家里把事业搞好的，那才是真牛逼。”父亲就厉害了，一个凉飕飕的眼神冻得他哆嗦。不就全家都宠景怡吗？宠着，外面再忙也回家给他当牛做马还不行？蓝总长腿一迈下了车，发现气氛不太对，似曾相识。他犹豫着关上车门，目光扫过一整排的车，车很多，有客人，且不少。大堂内甚至传出了相谈甚欢的笑声。管家接了他的钥匙，冲对讲机简单报了一句：“阿苑到了。”然后一个高大的身形从屋内飞奔而出，一身戎装，踢着军靴，显然也是刚到没多久。景怡饿狼扑食一般跳上来，蓝总及时后撤一步堪堪接吻，便听到那人嘻嘻笑。执手入内，红毯、美酒、冷餐、鲜花，还有一屋子家人和好友。想着这惊喜应该不是景怡备下的，蓝苑叫那声父亲的时候带了询问。蓝忘机难得笑弯了眼睛，紧了紧怀里的人，又宠溺地看着他。原来如此呢。蓝苑把景怡往怀里带了带，端着酒杯去碰魏无羡的。爸爸有劳了。魏无羡哈哈笑着跟他碰了碰，又去碰了碰景怡的，大言不惭：“可累坏我了呢。”只求景怡一句话就戳破他：“切，您就动了动嘴皮子打几个电话。再说了，这也不都是为了阿苑吧？今晚主角是我们吗？”魏无羡抬脚就踢他屁股，景怡迅速闪避。蓝忘机瞪了他一眼，告诫他：“你敢还手试试？”蓝苑忙不迭把景怡护在怀里，求饶地叫着：“爸。”蓝曦臣再次主持了这一场四喜临门的聚会。第一喜是蓝苑的云深集团美国上市，第二喜是他家小公子也接了自己和孟瑶的班，他们就又住回蓝家陪叔父了。第三喜是景怡与蓝苑正式成家，要收养的孩子也基本确定了，只差一个手续。最后一喜是蓝忘机功成名就，光荣退休。景怡给父亲和爸爸看了孩子的照片，借机派活儿：“哎爸，孩子我准备过2天就带回家，你知道就我这德性也带不了娃，阿苑忙成陀螺也顾不上，正好你们俩也都退休了，就辛苦你2年啦。”魏无羡不冷不热地拨开他的手机：“哼，还没睡就做梦了？我可不像你爷爷，对孙子什么的毫无兴趣。”谁知道景怡突然回头冲着蓝启仁喊着告状：“爷爷，我爸说您……”阿苑第一时间捂住了他的嘴，蓝忘机还是龇牙咧嘴威胁了一声。蓝景怡瞬间明白自己家庭地位的人又患上了苦肉计。